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期 Awesome 第一眼。我係 IMS Chair at Ottoman 醫務士躺椅。我呢係 Vitra 生產嘅版本。今年 Casa Casa 嘅主理人梁偉先生就將我喺歐洲運咗返嚟。好的，謝謝 IMS Chair， 你的表演時間到了。今天我們要給大家看的呢，其實是這個聯名企劃 IMS 乘以 Reebok Club C Monotone Pack。前段時間在網絡上，相信大家也看到不少輕油款的曝光圖，可能有些朋友會不解了，為什麼一雙設計如此簡約的聯名鞋款會引起大家突然而來的歡呼聲呢？於是我也帶着這個疑問，做了不少關於這次聯名單位 IMS 的功課。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這背後的故事了。首先，我們得從鞋盒開始講起。在鞋盒正面的中央，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聯名雙方 Reebok 和 IMS 的 logo。那其中 IMS 的部分呢，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吧。其中一個是 IMS Office 的標誌，另一個則是 IMS 的手寫體簽名。而關於 IMS Office 的歷史，我們大概要從1941年開始講起。首先呢，這是一個經營了80年，歷經3代人傳承，可以說在家具界是備受矚目的這麼一個設計工作室。它是由設計師 IMS 夫婦，也就是先生 Charles IMS 和夫人 Ray IMS 在搬到加州的時候成立的。那剛剛說到鞋盒上面的 IMS 手寫體呢，正是先生 Charles IMS 的簽名。有人說啊，IMS 夫婦是20世紀美國設計界配合得最完美的一對 CP。在分工上呢 ，Charles 主要負責從技術啊、材料以及生產的角度來衡量設計，而 Ray 呢，則更多的考慮到空間和審美。他們兩位可以說是重新定義了2戰之後美國現代家具的設計。那在現代家具蓬勃發展的20世紀中葉，甚至被稱為 IMS 時代。比如說，我現在在 Casa Casa 坐着的這一把非常經典的，曾經被定義為世界上最舒服的椅子 IMS Long Chair， 正是 IMS 夫婦在1956年的時候把它設計出來的。而第一把躺椅呢，也是由這對夫婦親手去打造。那要知道，在當時，在20世紀中葉的時候，把整塊木板去彎曲成一個計算好的曲線，這種工藝在當時操作起來應該是蠻難的。那這把椅子呢，也已經作為一個永久性收藏品，被收錄在 MoMA， 也就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OK， 好像說得有點遠了，我們把目光扯回來這個鞋盒上面。那經過剛剛對 IMS 夫婦的介紹，相信大家已經初步感受到這兩位在設計領域不可小覷的影響力了。那麼除了豐富的家具藝術作品呢，他們的家也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築。首先，它是在1949年建成的，它坐落在加州寶馬山花園上，像是在一片草坪、一片桉樹林裡突然出現的兩個集裝箱。不過，為什麼說是兩個呢？因為 IMS 夫婦把自己的家跟工作的地方組合到一起了。居家環境和工作室位於同一個片區裡相連的兩個獨立的領域，務求讓你節省時間，醒來之後散個步就能工作。不過這個當然是開玩笑， IMS 夫婦呢應該是想把居住跟工作的環境更好的結合到一起。那說白了，這次 IMS 跟 Reebok 的聯名最有看頭的其實是在鞋盒上的。在鞋盒的背面其實就有這座建築非常簡單的一段小介紹，它還講得非常的俏皮和有趣哦。他說，如果你還沒發現第二間屋子，拿出鞋子之後再看看吧。那我們就儘管把鞋盒先打開，看到了嗎？剛剛我們在鞋盒閉合的狀態之下看到的是 IMS House， 而把它整個張開，我們就看到在旁邊是一個完整的 IMS Studio， 也就是如建築本體所示， IMS House 跟 IMS Studio 結合到一起。那外牆的色塊也正如大家所見，都在鞋盒上面一對一的呈現出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看到鞋盒上 House 跟 Studio 中間還特別畫了一棵大樹，就在這個地方。因為 IMS 夫婦呢，希望這個房子可以真正的融入到大自然當中。IMS House 呢，並不只有建築本體流芳百世，它牽連着的是附近的一帶的植被風光，這些都是應該一同呈現的。在這裡呢，還能跟大家講一個關於 IMS House 的前言小故事。
在20世纪40年代，《艺术与建筑》杂志的案例研究房屋计划向当时的建筑师们发起了一项挑战，要求他们利用2战期间研发的技巧以及材料去设计一些能够反映现代生活的住宅。原本 Eames House 设计图是像一座桥一样横跨整个草坪的，它一度被称为桥屋。但当 Eames 夫妇开始喜欢这个空间之后呢，他们意识到还是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跟景观更加的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占据视觉的主导地位。于是他们就把房屋从悬挂在草坪上这么的一个设计，直接改成了就安放在草地上。而我们看到房屋外墙的这些颜色、大小以及透明度都不一的分块呢，它们就起着允许不同数量的光线去进入房间这么的一个作用。就像 Eames House 的纪录片所呈现的，每一个房间的墙面都会出现光斑，而这些光斑呢，就像是大自然亲切的拥抱。那让我十分敬佩的一点是呢 ，Eames House 搭建的时候其实是正值2战结束的时候，但其实当时的钢材啊，一切的资源都是比较缺乏的。在这么一个条件有限，但大家又百花齐放的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Eames 夫妇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乐活的生活态度。在很多你能看到的旧照片里，他们2位呈现出来的氛围是十分欢愉的。而在设计上呢，他们2夫妇总是能充满玩趣，却又实用的将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比如说，他们从来都不会吝啬去使用色彩。在轻油款的 Club C 上 ，Eames 的 logo 就用了十分有代表性的色彩搭配。那这一次我们介绍的 Monotone Pack 上呢，鞋垫也是用了十分大胆的满屏的撞色色块去点缀这个鞋垫。可以说是跟纯净配色的鞋身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好的，那说了那么多关于 Eames 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来仔细看一看这一次联成的 Club C 鞋款。其实上面还是有蛮多值得悟的设计美学的。首先，这次 Eames Office 3代传承下来，首次与鞋类品牌开展跨界合作。这个举动呢，相信让蛮多朋友都感到很惊喜的。虽然说现在的联名商业模式随处可见，但是将 Eames 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组织，它的故事再续写到更为大众的球鞋文化之上，让更多的受众去了解建筑艺术，我觉得是十分有价值的。而且这次 Eames 想通过锐步去告诉大家的，并不是说有多么复杂的设计技巧，首发配色也只是维持最纯净的白色和黑色。在鞋舌的地方常规操作，写上了双方的品牌标志，和在鞋面侧边这个标志性的小开窗的地方呢，就换上了刺绣版本的 Eames logo 字样。鞋舌以及鞋帮的内侧都运用上毛绒的材质，让这双鞋子穿起来可以更加的舒适。那鞋面方面就用了很优质的一个皮革啦，以及精细的车线，也是十分之能体现这次联名 Club C 做工的讲究的。同时每个配色还附送了2副鞋带，一条是印上了 Eames 字样的一个串标款，另一个呢则是浅灰色这么的一个配色。我觉得一双简单的鞋子再配上刚刚好的色彩搭配的鞋带后呢，也会有不一样别致的感觉。除了首发的2个配色 Eames 跟锐步的这个联成企划呢，预计还会有2个配色将要推出。从谍照图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双的灵感呢，它是来源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印花，也就是 Eames 夫妇在1947年在蒙马举办的印花面料大赛里设计出的 Dot Pattern。那另一双呢，就是印有 Ray Eames 签名的鞋面满布抽象色块的 Club C。这或许是一幅瑞创作的画，但是呢，我还没有查到十分准确的资料。如果看出来的朋友可以给我答答疑哦。那总的来讲，这次的联名企划还是十分的有意义的。Eames 的第一次鞋款的联名合作就给了锐步。那在鞋型上呢，也是选择了十分经典的 Club C。配色布局来说，也是从简约入手，再慢慢呈现更多的东西。或许在往后的联名企划里面，他会跟我们讲讲椅子的故事吗？这可说不准哦。好的，那这一期 Awesome D 演就到这里啦，我是藤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